截至现今，俄乌战争已经打了近8个月了，但是战场局势呢依然没有丝毫的缓和迹象，反而正逐步滑向失控的边缘。在俄乌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呢，东欧很可能要开辟出第2战场了。主角不是俄罗斯，也不是乌克兰，而是白俄罗斯，它可能就要参战了。与此同时呢，伊朗是加大了对俄罗斯武器的出口力度。那么接下来跟着大兵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就在近几日呢，白俄罗斯开始和俄军组建联合部队。白俄国防部向外宣称，这是为了应对白俄西部边境逐渐恶化的局势所采取的防御性举措。而在白俄与乌克兰边境，9000俄军已经进驻，逼近基辅方向。接下来，乌军很有可能面临被前后夹击的窘境。目前呢，白俄已经宣布进入反恐行动状态，其执法部门甚至开始发放枪支弹药了。白俄这种积极备战的姿态，也让外界议论纷纷。难道俄乌战争的范围将要扩大了吗？截止今日啊，随着俄军接连不断的空中袭击，给乌军武器库和补给线造成了巨大损失，地面重装部队也开始发起进攻，想要巩固乌东4地的实际控制力。而乌军呢，则是依靠北约国家的不断军援，在部分地区仍能保持优势，并在多次反攻中取得成果。在这种关键阶段，白俄的突然发生不得不让乌克兰警惕。那么，白俄为何突然在边境驻扎重兵呢？其实早在几天前，乌白边境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异动了，连接2国的桥梁、公路等几乎全部被炸毁，而这一切都是乌军所为。与此同时，乌军还在道路上布满了地雷，阻止白俄大军进一步前行。而根据白俄方面公布的消息，乌军已经瞄准了其边防部队，并持续展开空中侦察。在白俄看来，乌方的种种举动都是在对其进行恐吓，不能排除会突然发动袭击的可能。为了应对乌军，白俄这才紧急集结了数万大军。此外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还控诉称，乌克兰有对白俄罗斯领土的打击计划。他表示，白俄方面对此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并会做出回应。虽然白俄总统强调并未派兵参战，想要尽力撇清关系，但是在乌克兰看来呢，白俄的立场已经很明显了。为了确保西部地区的安全，乌军只能加强在乌白边境的部署。难道白俄罗斯真的要正式下场参战了吗？对此大兵并不这么认为，原因有以下3点。其一，现阶段白俄并不具备介入俄乌战争的能力。大家要知道，白俄总人口不足1000万，这就导致白俄的常备兵力并不充裕。根据公开资料显示，白俄现在拥有约5万人的陆军部队，这也是其主要的军事力量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机械化程度较高，拥有坦克和步兵战车约3200辆。当然呢，这些兵力并不能对俄乌战局起到关键作用。而白俄的空军力量就更少了，其作战飞机约为300架，大部分都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战机，比如苏24、米格23等等，作战能力不强。再加上白俄作为一个内陆国，并没有组建海军，可以说在不动用边防部队和预备役的情况下，白俄根本没有与乌克兰开战的军事实力。而其实呢，白俄现今也没有进行预备役动员的迹象，没有很强的参战意愿。其二呢，从战略意图来看，这次俄白联合部队都部署在白俄西部，呈现出基本防御姿态。目前白俄与俄军的兵力呢都部署在布列斯特市，虽然该区域离乌克兰重镇利沃夫仅200公里，俄军或许会开辟西线战场，以此将北约援助通道截断。但是对于白俄来说呢，显然是为了应对波兰方向的威胁。毕竟白俄如果真的想参战的话，可以直接在接近基辅的方向集结，没必要舍近逐远。此外呢，由于白俄的军力不足，其参战的最大作用就是出其不意，就像在战争初期俄军借道白俄猛攻基辅一样。而对于这次集结，白俄却选择了公开进行，这种情况下呢，已经失去了先机，所以白俄这一举动主要是为了表明态度。最后，白俄是没有充分的参战动机。俄乌战争本质上呢，是俄罗斯与北约国家之间的博弈，俄罗斯所求的是获得地缘安全。面对这种局面，白俄卷入战争呢，对本国是毫无益处的，甚至可能会被俄罗斯加深控制力和影响力，进而导致俄罗斯对白俄政局的更深干涉。再加上波兰一直都在盯着白俄，近期呢更是在积极扩军备战。白俄一旦介入俄乌战争，很难抵挡有北约支持的波兰。此前西方就有消息曾传称，如果白俄下场介入俄乌战争，
身为北约成员国的波兰将立刻进击白俄罗斯。近日呢，波兰政府更是警告国内公民不要前往白俄，并且开始对当地的撤侨做准备。另外，在前一段时间有消息披露，波兰与美国沟通了核共享问题。对此，卢卡申科直言，波兰正在发出核攻击威胁。种种信号显示，波兰已经开始积极备战了。这样一来呢，白俄的一旦参战，不仅无法对俄乌战局起到帮助作用，还可能会引入波兰，使得俄军面对更大压力。综上所述，白俄大概率是不会贸然参战的。而与这件事相比呢，俄罗斯和伊朗近期进行的动作显然更值得注意。近日，随着俄军轰炸了乌克兰基辅等城市，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但此前呢，俄总统普京曾在哈萨克斯坦时宣布，俄军对乌克兰的袭击将在下周一结束。这是否意味着俄军导弹库存即将耗尽呢？已经无力再发动袭击了呢？根据此前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报道，美国一名安全官员向媒体表示，俄罗斯已经秘密和伊朗达成了交易，伊朗将会向俄军提供国产的地对地导弹，用来打击乌克兰城市和部队，分别是射程300公里的征服者110短程弹道导弹和射程700公里的真主之剑中程弹道导弹。这两款导弹都拥有很高的杀伤力，那么它们的性能如何呢？首先，征服者110是伊朗的成名导弹，近几年呢，相继参与了叙利亚战争、也门冲突、美伊冲突、伊朗对伊拉克的跨境打击行动以及巴以冲突。而征服者110是从 B610弹道导弹改良而来的，弹体直径为 0.616 米，弹长 8.8 米，战斗权重是450公斤。随着该导弹的不断升级，一直呢在提升它的精确性和先进性。目前呢到了第4代。征服者110虽然安装了一套更为精确的制导系统，算会采用固态燃料的地对地弹道导弹之一。至于真主之剑呢，该导弹最早是在2020年公开亮相的，类似于增强版的征服者313弹道导弹，其极限射程约为700公里。它的改进版配置了末端红外制导，原概率误差能够缩小到10米以内。改进后的导弹还安装了自断成型战斗部，进一步增强了对坦克和装甲车的杀伤力。那么为什么俄罗斯需要从伊朗来买导弹呢？大兵分析出以下几点。首先，俄军近期轰炸基辅，加上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近8个月，拖的时间越久，对俄军的消耗越大。俄罗斯想要尽快结束战争。虽然俄军对乌克兰的轰炸造成了许多基础设施被毁，为俄军下一步的行动奠定了基础，但与此同时呢，西方也在一直军援乌克兰。而俄罗斯却面临着孤身作战的风险，长时间作战有被拖垮的风险，只有短时间内击溃乌军才符合俄方的利益。另外，俄军库存的导弹数量可能不多了。此前，俄军轰炸乌克兰多个城市时用的分别是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、KH-101巡航导弹和口径巡航导弹。而乌克兰方面呢，近几日曾发布消息称，俄军在冲突爆发前共有1844枚上述导弹，现今已经用掉了1235枚，只剩下了609枚，不到总库存的1/3。虽然在俄乌战争初期，俄军拥有着雄厚的装备弹药以及军用物资，但是期间呢，俄军炮兵每日的消耗弹药高达5万枚以上，其余作战物资的消耗更是惊人。而近8个月的持续作战，俄军甚至开始将 KH-31这种30年前的老旧导弹投入了战争。最后呢，则是俄军工产业被制裁，生产极为困难。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呢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就对俄罗斯发起了连续制裁，严重限制了俄罗斯的军工产业，很多原材料是无法进口，生产能力大幅降低。近期俄军对乌克兰境内的空袭更是消耗了大量库存导弹，所以不得不从伊朗购买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俄罗斯为什么要购买伊朗的导弹呢？目前想要购买导弹的话，有几个可供选择的对象国。在不久前，联合国关于反对乌东4州入俄的提案表决中，一共有143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，只有4个成员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。这4个成员国呢，分别是白俄罗斯、朝鲜、叙利亚和尼加拉瓜。前3个国家装备有不同型号的中近程战术导弹或者远程火箭炮。
首先是白俄罗斯，该国曾从国外购买了一批300毫米的远程火箭炮，之后在该火箭炮的技术基础上，应用自家的 MZKT7930型重型轮式越野底盘，开发出了波罗乃兹远程火箭炮。该火箭炮呢，不仅能够发射射程达200公里的300毫米制导火箭弹，还能发射射程提升至290公里的近程战术导弹，命中精度也不低。不过呢，虽然俄罗斯和白俄可以说是亲如一家，但是白俄现今也要直接面对北约国家以及乌克兰的潜在压力，比如与其接壤的波兰、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白俄很难向俄罗斯售卖波罗乃兹远程火箭炮。至于朝鲜，该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，陆续开发出了火星5、6、11等多个型号的中近程战术弹道导弹。另外呢，还制造出了口径400到600毫米、射程为200到400公里的大口径火箭炮。但是这些导弹以及火箭炮的真实性能没有经过验证，不确定是否能够满足俄军需求，而且能否快速融入俄军作战体系也是个问题。再加上此前朝鲜国防省装备总局副局长曾表示，朝鲜并没有向俄罗斯出口武器弹药的相关计划，所以俄罗斯基本不可能从朝鲜获得导弹。这样一来呢，最适合的就是伊朗了。其实俄罗斯之所以决定采购伊朗导弹，除了目前两国日益密切的关系，还在于伊朗那些导弹都经历过实战检验。例如俄军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大量使用的见证者136巡飞弹，它就是从伊朗购买的。俄军还赋予了其国内的服役编号 M214天竺葵2巡飞弹。该款导弹之前在中东战场上就有过出色表现，在10月17号俄军对基辅的空袭行动中，俄军也使用了该型导弹。所以俄军通过其实战表现，认为伊朗的制导导弹性能是值得信赖的。此外，伊朗这些导弹的造价也要比俄军同类导弹更低，而且俄罗斯还可以采用以战机换导弹的形式进行交易，以此节省宝贵的外汇。这些呢，都是俄罗斯采购伊朗武器的原因。总结来说，目前白俄罗斯并不会直接参战，该国只能为俄军提供有限的补给，同时允许俄军在白俄境内驻扎，并不会派遣自家士兵上战场。毕竟白俄一旦出动军事力量，只会让本国陷入战争的泥潭。